在泰国曼谷，有一个地方，当你走进那里，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回了老上海、老广州。这就是泰国的唐人街，耀华丽路。这里是全世界最热闹、最具规模、最有影响力的唐人街之一，也是一段关于华人奋斗、融合与传承的鲜活历史。泰国在非华人国家里面，它是华人比例最高的国家。根据不完全统计，泰国大约有将近1000万华裔人口，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4%。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泰国政界、商界、文化界的重要人物，他们的存在已经深深融入了泰国的经济、政治和社会肌理。那么，泰国的华人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样强大的地位？又是怎样一代代人铸就了今天耀眼的唐人街文化？这背后是一个充满血泪、智慧与坚韧的故事。第1章：潮湿甲板上的中国人如何登陆暹罗。泰国古称暹罗，早在宋元时期就与中国有贸易往来，尤其是福建泉州作为世界商港时，中国商人便以下南洋前往暹罗、马六甲等地。但真正让华人成为这片土地主人之一的，是明末清初之后的大迁徙潮。清朝闭关锁国，朝政腐败，战乱频仍，加上土客械斗、八旗镇压，民变频发。广东、福建、海南的普通人发现，待在中国是没有出路的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下南洋。他们搭上狭窄老旧的帆船，有时一个船舱挤上几百人，10天半月漂泊到暹罗，腿肿面黄，甚至尸体夹在中间。这样的航程，史学家称为东方版的黑奴船。到了暹罗，他们没有土地，没有身份，甚至语言不通，只能干最苦的活：码头、伐木、搬运、河运、挖运河，做苦力，烧石灰。有人称他们是背上负米500斤，口里不出怨一声。第2章：从猪仔到金主，泰国华人如何翻身做主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是泰国华人最辛苦但也是最具机会的时代。彼时泰国王室意识到，要发展现代国家，必须引进资本与劳力，于是华人成为了核心经济力量。他们在曼谷开米行、杂货店，当牙医、做理发、摆茶摊、卖船票，逐渐攒出第1桶金。同时，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商帮体系也在泰国形成。潮州人做米业、药业、金铺；客家人做杂货、五金、修理铺；福建人掌握水上运输与木材生意；海南人开杂货铺、咖啡馆和早点摊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华人之间互帮互助，形成了以宗亲会、同乡会为核心的社区组织，比如潮州会馆、海南会馆、客家会馆等。这些组织不仅提供葬礼、婚礼、借款、担保服务，还建立华文学校，出版中文报纸，举办春节庙会。这时的华人虽然在身份上仍是外来者，但已经在泰国社会中有了根。而此时的泰国政府对华人的态度相对开放，尤其是在拉玛3世、5世时期，还欢迎华人参与贸易、金融和行政管理。正因如此，华人逐渐在商业领域崛起，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影响力。第3章：混血、改姓与身份斗争，泰国华人的迷失期。2战之后，尤其是泰国战后民族主义崛起的年代，1950年到1980年，泰国政府对华人态度发生变化，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默许自治，而是推行强硬的泰国化政策，禁止华文教育，中文报纸被查封，华人子弟必须改用泰语名字上学。政府鼓励华人改姓，去掉林、陈、黄，换成长长的泰式拼音。很多华人家庭被迫让孩子在家讲方言，出门讲泰语，中文书籍偷偷藏起来，春节也低调过节。于是，这导致很多年轻华人不会讲中文，不再认同自己是华人，而是泰国人中的一员。这就是泰国华人的身份断层期，他们已经在经济上是主角，
在社会上是中间，却在文化上集体沉没，这是很多华人老一辈心中挥之不去的痛。第4章，唐人街的浮沉与坚守。这种同化政策带来2种结果，一方面让泰国华人快速融入主流社会，获得政治经济平等，另一方面却削弱了传统文化传播，导致忘根风险逐步显现。在很多华人家庭里，老一辈仍会讲方言，保留传统节日习俗，但孩子们可能只懂泰语，高中或大学毕业已与中文文化渐行渐远。显而易见的是，这场文化融合与断裂加在经济腾飞与身份认同的双重压力中，一方面获取利益融合，另一方面内心也在寻求文化认同的庇护。尽管许多华人后代已经泰国化，但在曼谷唐人街，这种中华文化的遗迹依然顽强地保留下来。耀华丽路这个从19世纪末形成的老街区，是曼谷最有活力的商业区之一，是华人聚集、商业往来的核心地带。它不仅是旅游景点，更是生活的中心。这里早年是水陆交汇之地，华商聚集城市。短短2公里的街上，有上百家金店、燕窝铺、药材行、中餐馆、书局、香烛店。你可以在耀华丽路吃到传承3代的潮汕粿条汤、百年秘方的炖燕窝、潮式鱼丸汤、海南鸡饭、福建炒粿条，还有少见的打冷、客家擂茶、雷州虾酱鸡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不仅有味道，还有信仰与仪式。关帝庙香火不断，天后宫每逢初一15跪满善男信女。春节期间，街上万人空巷，华人舞龙舞狮，上香祈福，请财神，点金铺开年金。中元节万人施食，功德庙纸钱飞舞，每年有成千上万人在这里用最传统方式完成一次回家。然而，近年来唐人街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，电商崛起，年轻人西化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搬离，老铺子关闭，城市翻修，旅游同质化，一些金店老字号转为连锁便利店，原住华人搬离，取而代之的是游客、餐饮商业化和地产炒作，传统文化面临断裂的风险。第5章，新时代的华人自觉与文化复兴。值得欣慰的是，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增强，以及中泰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，泰国华人文化也正在迎来回潮。中文教育复兴，曼谷持有中文课程的国际学校、中文补习班、孔子学院纷纷建立，文化交流项目、中医、功夫、舞狮、茶艺、书法班逐步恢复，在清迈、和爱等地蔚然成风。2024年，中国和泰国宣布互免签制度永久化，更进一步加深了2国在经济、教育和文化领域的联系。同时，你也许想不到，今天泰国 GDP 排名前5的大集团，大多都由华人家族控制。卜蜂集团 CP Group、谢义初家族涉足农业、零售、地产、通信等，被称为泰国的万科家中石油加苏宁的综合体。正大集团 Charoen Park Finance 在中国大陆投资超过200家公司，是中国外资最大雇主之一。红牛 Red Bull 泰国版创始人许书标潮汕人，其家族在泰国影响力巨大。华裔总理他信与英拉姐弟客家人出身，家族做木材起家，后来进入政界。现在的泰国华人正从沉默的金主转变为文化自觉的新一代，这是一场关于身份的再造。从最远的南洋码头到曼谷耀华丽路，从苦力、商铺、种田者到当代财团、政界高官，从被迫同化、文化断流到当下的身份重塑、文化回潮，泰国华人的历史是一部拼搏传奇，也是一部文化融合史。耀华丽路不仅是一条路，更是一座精神丰碑。每一块招牌，每一盏灯笼，每一口乡音，都是历史的回音，也是文化的未来。你是否也曾在异国他乡的街头，看见一个写着福字的灯笼，听见一句熟悉的方言？那一刻，你就知道，无论身在何方，我们的根
始终在那里。希望本视频能够让你更了解这段历史，也能触动你对漂泊与认同、文化与归属的思考。如果你喜欢，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